听闻您这次去邻国研学数月，在计算数学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步，是吗？荣教授可是我们海城数学界最年轻的骨干呀！妈妈，你终于回来啦！那一年，我以为那是我和英宝最好的时光的开始。这是哪儿？这是我的身体。这位就是荣家大小姐，缩头缩脑的，真上不得台面。这就是荣家在乡下养了18年，刚接回海城的大小姐荣玉。一模一样的脸，相同的名字，看来在这个世界，我成了另一个荣玉。姐姐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红酒最佳饮用温度不超过18度。姐姐，我教你。现在口感可有变化？天，这也太没有教养了！荣总怎么会有这样的女儿？你们一群有教养的人，躲在角落里对我指指点点，就不算无礼了。这是个季总，季总居然也来了！这张脸和当年牺牲的丈夫怎么会一模一样？等我这次完成任务，我就带你和英宝去海城公园坐游船，好不好？你和季淑英是什么关系？年纪轻轻，竟直呼季老爷子名讳。哎，季总，我这个女儿在乡下长大，不懂事，还请季总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她一般见识。快，还不赶紧跟季总道歉！季顺英还活着吗？季总，小女胡言乱语，她就是在乡下长大，不懂事，对，不懂事。我家老爷子身体康健，自然是好好活着。荣总，还真是养了个大胆的好女儿。季淑妍是我10月怀胎生下的儿子，那眼前这个年轻人是我的重孙子。季总，小女，你妈怎么把你教成了这个样子？一点家教都没有，荣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荣总，孩子还小，慢慢教就是了。怎么把人打晕了？荣总下手有点太狠了。我明明没打到，这丫头是故意撞晕的。这具身体的记忆。手机，我竟然穿越到了70年后，这70年变化太大了。明明上一刻我刚跟你见面，一眨眼，我的英宝竟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。大小姐，该起床去学校了。爸，昨天姐姐真的用红酒泼我。怎么能说泼呢？分明是请你品尝一下。荣玉，昨天得罪季总，你都18岁了，怎么还这么不懂事？跟孩子计较什么？托人脉尽量见季总一面，看能不能获得季总谅解。放心，季家人有着刻在骨子里的温润宽容，这点小事要是还记在心上，人生该有多累。你去哪儿？上学。这丫头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？以前因为战乱，不得不停止学业。如今祖国繁荣，教育昌盛，70年弹指一挥间。
捡起来。没听错吧？叫我办事儿。这是哪根葱？野哥，你得好好教训一下他。我再说一次，把书捡起来。我要是不捡呢？现在可以捡了吗？今天是意外，咱们走着瞧。叶哥，就这么放过他了？跟女人打架显得我多没风度。若瑶，你看荣去好装啊，考试才100多分，在这装什么好学生呢？爸爸花钱塞进来的复读生，如果月考掉称委，迟早送回乡下。老师，我想转理科，请问要办什么手续？文科生在复读这年转到理科去，这不是拿前途开玩笑吗？而且你文科学了3年，成绩还这么差，理科只会更差。老师，我已经决定好了。这不是你决定了就能行的事儿，需要家长在这一栏签字才行。我想你父母应该不会同意。谢谢老师。有事。复读生，早上那笔账咱们该算算了吧？不过如果你态度良好道歉，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。一天到晚不好好读书，只知道排挤欺负女同学，你们父母不知道该有多失望。我没有父母。你父母挺幸运，若活到现在，怕也会被你给气死。你别再来招惹我。大哥，什么事？我在你学校门口，出来，一起去机场接老爷子。知道了。季硕英将于今晚11点抵达海城机场。掉头去机场。大小姐，这会儿10点钟了，去机场一来一回接近2个小时。如果你急着下班，我可以打车去。不是我说，你是故意跟踪我吧？我说怎么会有女人不知死活挑衅我？原来是想吸引我的注意。我没兴趣跟踪你。老爷子突然发病，你赶紧引开记者。快看，季老爷子在那边出口，大家快过去采访，别让人领跑了。让开，快让开！你大声挂起什么？别挡道！飞机上，隔壁座位是一个残疾的年轻男人。老爷子多问了一句，得知是工地事故导致，就突然发病了。老爷子，你还是没释怀啊！姐姐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学校论坛上说冀州野带人为难你，我和冀州野还算有点交情，我明天和他说一声，不许欺负你。大晚上是不是跑出去瞎玩了？麻烦签下字。姐姐要转理科，你学文科就已经很吃力了。小玉以前在乡下读书，师资条件差，跟不上正常，请个补习老师吧。我不需要补习，阿姨帮帮忙。好，阿姨尊重你的决定。这孩子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。既然家长都签字了，我也没办法再劝。你高考成绩只有100多分，这个成绩
直接去理科20班报到吧。野哥，你快醒醒，别睡了，是昨天那个女的。大家好，我叫荣玉，很高兴能与大家成为同学。你就坐那儿吧。先是引起我的注意，紧接着跟踪我，现在居然还转到跟我一个班，跟我做同桌。说吧，你对我有什么企图？野哥，他无视你。看来昨天晚上抽筋了，正好我手痒了。看，他还生气了，不就开个玩笑吗？这点玩笑都开不起。我也是开个玩笑，这就怕了。这里住的可是大人物，据说是100年大家族。小姑娘，你认识这宅子的主人？荣小姐。季总，听闻季老爷子重病，我特登门探病，还望季总允许。季家私宅从未对外公开，你究竟是谁？怎么找到这儿的？季总别惊讶，如果我没算错，季氏集团最核心保险箱的密码应该是……季芷渊怎会知道，这所谓的季氏最核心密码，本就是我当年挂界的初代防御算法。除了我，世上绝无第二人能解开。现在我能进去探病了吗？荣小姐，请。英宝，大少爷，查到了，荣玉是荣家长女，父母离异跟随母亲，2个月前监护权转给父亲后才被接回海城。那荣家长辈呢？是否与季家有关联？荣家不是海城人，80年代才搬来，与季家没有任何业务往来。英宝，你看，这是你最喜欢的小风车。你还记得我们以前一起在山坡上迎着风跑的时候吗？以后我每天这个时候过来探病，季总介意吗？扫我，加个好友。那阿渊，明天见。阿渊居然这么喊我，但却有莫名的熟悉感。荣玉，我看你一直低着头，来，你上黑板把这道高数竞赛题解一下。这题连尖子班的人都不一定会，吴老师这不是故意整他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大学的解法，你居然解出来了！去芙蓉庄园。医生怎么说？老爷子以前发病，最长昏迷3个月，最短3、4天就能醒来，这都说不好。当最后一片金色枫叶落下，森林里的精灵便会点亮小提灯，指引迷途的路人穿过浓雾，回到最温暖的家。英宝，我先走了，明天再来看你。荣小姐，我安排车送您。不用了，替我好好照看英宝。那不是荣玉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前2天在机场也是，难道他是故意跟踪我过来的？吴少爷笑什么？跟你没关系。老爷子今天情况怎么样？早上好，请你喝的。不用了。
野哥，你居然给这个嚣张的女人买奶茶！其实她暗恋我，她之前数次挑衅我，就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。她一高考100多分的复读生，天天装模作样在这学习，不就是为了让我对她改观吗？是吗？当然是，不然她一个文科生转到理科来干嘛？来，加个好友，就不吵你学习了。冀州野，我没工夫陪你玩，说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都做这么明显了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我在追你。如果有病，请及时去医院治疗。你就别装了，我知道的，你其实暗恋我很久了。别一大早就在这发神经。野哥，他在看你，原来真的暗恋你啊！果然还是野哥敏锐。这是想用我帅气的容颜当屏保呢？口是心非的女人。龙小姐甚至知道季家核心密钥，怎么连她和我是什么关系都不知道？荣誉，这里。荣誉，我喜欢你。叫你忤逆不孝！疼死我了！小月胆子小，让荣小姐见笑了。管家，为荣小姐备一份晚餐。是。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，是文明人类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。医生，病人动了。老爷子确实有醒来的迹象，可能今天，也可能明天，或许下个星期都说不准。都出去吧，我再坐一会儿。荣小姐，芷渊有点事要处理，我送荣小姐出去吧。就不劳烦蓝秘书了。芷渊，荣小姐每天来是不是不太妥当？老爷子需要静养，而且万一外面有风言风语，对季家和荣小姐都不太好。荣小姐，最近不必再来季家了。荣小姐，最近不必再来季家了。就这点智商，还当季氏继承人？这件事你要是想不明白，总裁这个位置趁早让贤。我季家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小丫头做主了？大少爷，老爷子睁开眼睛了！快，大少爷，快去老爷子房里！可算是醒了，先喝点粥养养胃。这谁的话？这是谁放在我这儿的话？是荣小姐的话。哪位荣小姐？人呢？去哪儿了？立即请过来，我要见她！老爷子，荣小姐刚走，明天再请过来也不迟。我现在就要见这位荣小姐，她不方便来，那就我去见她。老于，扶我起来。荣小姐，我们老爷子醒了，想见您一面。老爷子大病未愈，只能请荣小姐屈尊一驾。妈妈早就死了，死了70年，我这是在妄想些什么？尘归尘，土归土。妈妈呀，你是不是来接英宝回家了？
英宝，你叫我什么？我是妈妈呀。妈妈？谁的妈妈？一个18岁高中生能是谁的妈妈？英宝，你还记得这只狗叫什么吗？松果，它被人偷走了。那天你祖父过寿，小朋友抢了你爸爸的蛋壳，你一个人单挑输了，坐在地上嗷嗷大哭，问我妈妈为什么不多生几个兄弟姐妹，这样打架就会有人帮你。如果早知道只留下你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说什么都会再生几个孩子。英宝，妈妈走那么早，你一个人一定很辛苦吧？妈妈，我爷爷既是创始人商界巨鳄季顺申，竟然扑在一个18岁高中生怀中大声哭泣，不停喊妈妈。妈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那天我以为自己死了，可一睁眼就到了70年后的今天，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很幸运，我们母子今生还能再见。你的意思是，一场意外让你从季家太夫人变成了荣小姐？简单说就是这么回事。荣小姐不觉得这个谎言太可笑了吗？且不说违背科学，就算真有这种事，光凭这几幅画就能证明你是季家太夫人吗？这是你太奶奶，你怎么和长辈说话的？他根本就拿不出证据。哼，荒唐！我妈就是我妈，还要什么证据？英宝，这点事有什么好生气？阿渊确实是不太聪明，年纪还小，慢慢教就是了。确实有点不聪明的样子。妈妈，你觉得应该怎么教？喊声太奶奶。老爷子一辈子都在送知亲离开，从未有过如此开怀。认下太奶奶似乎不是坏事。太奶奶，这才乖嘛。英宝要休息了，你带我回房。回我自己的房间。一切如故，我似乎从未离开。阿渊，我明早给你一个书单，尽快帮我买回来。是。阿野呢？他晚上不回家。阿野呢？他晚上不回家。我怕耽误阿野学习，在学校附近给他买了套别墅，他平时住那儿，周末才回来。耽误学习？我还以为昨天是做梦，怕推开这扇门什么都没有。不是梦，妈妈真的回来了。今天我请假了，一整天都陪着你。以前是妈妈牵着我，现在还是要妈妈牵着。知道自己身体差，那就好好养着，争取活到100岁。老爷子，荣小姐，走，以后务必对待荣小姐像对待我一样。强调一句，如果我和荣小姐的命令相悖，优先荣小姐。是五少爷回来了。爷爷，我回来啦！不是荣誉，我跟你告白，你当众拒绝让我丢脸，现在跑我家里来是几个意思？现在后悔也还来得及。放肆！还敢对你太奶奶不敬，逆子！什么太奶奶？我怎么听不懂？爸爸的妈妈叫奶奶，那爷爷的妈妈叫什么？太奶奶。哎，这才乖嘛。你是哪根葱？
住口，弟弟。大哥，我喊太奶奶，她应什么声啊？这是亵渎我们太奶奶在天之灵，是谁把她放进来的？太奶奶，她就是这么个咋咋呼呼的性格，事情确实有些离谱，她一时难以接受，很正常。大哥，你喊她什么？她确实是我们太奶奶。不可能，她是个骗子，骗你们的，她蠢的要死！妈妈，老五确实是蠢了点儿，但学习成绩还行，是班上前3名。是吗？蠢货，过来！荣誉是我妈妈，也就是你们的太奶奶，务必要尊重她、爱护她、服从她、孝敬她。谁敢忤逆，那就滚出季家！我季家不缺孙子。太奶奶，坐，一起用餐。老五，你去学校把朵朵接回来，让你太奶奶认识一下。妈妈，你说让朵朵喊你什么比较好？朵朵，阿渊的女儿，朵朵妈生产时羊水风泄走了，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妈妈。我还以为阿渊没孩子，所以才上赶着给别家孩子当爹呢。太爷爷、爸爸、小叔、姨姨，你可真乖啊！你们说朵朵读寄宿学校，我还以为朵朵上初中了。朵朵才幼儿园，怎么就一天到晚扔学校？英宝，你当初8岁大，我都没让你天天在学校待着，不许回家。阿渊说，孩子的独立性要从小培养。那家幼儿园接会国际教育，老师都是国际有名的育儿专家，不会差。阿渊，我问你，蓝秘书的女儿也是在上寄宿幼儿园吗？小月没有爸爸，从小没安全感，在寄宿学校读书会扩展小月的敏感不安。我没看错人，这小子果然不聪明。小月没爸爸太可怜了，大哥跟柔学姐赶紧结婚，给小月一个完整的家。小月活泼伶俐，我还挺喜欢。蓝秘书和小月小姐来了。爸爸，老爷子身体感觉怎么样了？荣小姐不介意我坐在你旁边吧？蓝秘书坐阿烟边上就行了，别挤到荣小姐了。我记得你最爱吃这个，多吃点。连一个客套的眼神都没有。爸爸，我要吃肉丸，还想吃鱼，爸爸能帮我挑鱼刺吗？当然能。爸爸，我也想吃鱼。朵朵长大了，该学会自己挑鱼刺了，不能总依赖别人。还没老糊涂的话，就给朵朵把刺挑干净。荣小姐竟敢只会季老爷子挑鱼刺，还阴阳老爷子老眼昏花。阿渊，你推掉下午的所有工作，带荣小姐去买点东西。可是爸爸，你不是答应过带我去看电影的吗？今天下午去好不好？行，阿渊，你带小月去看电影，我亲自带荣小姐去。朵朵也一块去。喂，纪实娱乐正在筹备一档叫《星梦计划》的选秀节目，妈妈，你要不要去试试？怎么突然让我去试这个？我记得小时候，妈妈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。如果不是妈妈投身科研，当年肯定红遍大江南北了。重活一回，不如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人生。我确实喜欢唱歌，但后来发现声乐救不了民众，便把精力全放在理化上，也行。阿渊不在，明天我让纪实娱乐总经理到总部，必须给你太奶奶最好的资源。英宝，如果靠着纪实参加节目，那还叫体验人生吗？对其他人也不公平。妈妈说的是，那明天我陪妈妈去录制。妈妈，
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，我就在楼上，会随时关注录制情况。这88个少女大多是素人，我在娱乐圈算有点名气，跟着我能多蹭镜头。荣玉怎么也在这儿？她千万别过来跟我打招呼，要是被观众知道我们是亲姐妹，我就等于和她捆绑在一起了，这太糟糕了。那是马家限量版的常规款手提包，一个要80多万，这也太有钱了。80多万，在这么多镜头直播下拿高仿品充面子，荣玉太蠢了，真是给荣家丢人。阿元，快看，你太奶奶学习起来好认真，这么多选手中，也就你太奶奶最好看。那个叫荣玉的女生看起来好装，包太假了。你们有没有眼力见？那包怎么假了？阿元，快点给我找到说话的那个人，我要骂回去！装什么装？狗屁仿品，他全家才是仿品。老爷子，您老安安静静看着就行，已经找人给对方请走了。抱歉，请配合。荣小姐，董事长请您上顶楼用餐。麻烦你和他说一声，不用了。如月，工作组找你做什么？没什么，走吧，吃饭去。哎，那位是蓝秘书，季氏集团总裁的贴身秘书。早就听我爸爸说起过蓝秘书，我爸爸是荣氏集团的荣望天。哦，荣氏集团。荣玉竟然也参加了节目，你在这批选手中很出众，好好努力。将荣誉的参赛资料全部拿过来。是。将荣誉的参赛资料全部拿过来。是。喂，导演。抱歉啊，妹妹，导演那边临时有点别的事，需要我过去协助，我暂时不能给你化妆了。节目组就没多安排一名化妆师吗？这不是欺负荣韵姐吗？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就轮到我上台了，争来争去浪费时间，还不如重新想办法。那怎么办？你总不能素颜上台吧？谁说不能？既然没有化妆师，我就素颜出场。素颜？这可是直播，会被骂死的。节目组准备的演出服太厚重，需要浓妆才能依住。我反其道而行之，帮我把那件白色礼服拿来。破罐子破摔，未必不是出路。我的世界早已经不同。你们都让开，我们家荣誉才是第一。荣誉是哪根葱？70多岁的老爷子出来贡献养老金了。赶走，把他们统统赶走。老爷子，您老安安静静看演出就行，别瞎发言，成不？我这不是看别人都有粉丝支持吗？我就想当一下你太奶奶的粉丝。下面有请我们最后一位选手荣誉小姐。下面有请我们最后一位选手荣誉小姐。
阿远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太奶奶这一组没有化妆？稍等，我去了解一下。我愿为你编织一场童话梦境。素颜和白裙子太配了，这就是青春啊！不求轰轰烈烈，只愿朝夕相依。我的一生的心都是你。很大胆的演出，也很动人，这是多少妆容都堆砌不出来的效果。来，让我们看向评委席，荣誉小姐的得分是多少呢？凭什么他拿这么高分？评委导是故意的吧？不是，承认别人优秀有那么难吗？荣誉姐，你真厉害！你坚持素颜，居然拿了全场最佳。被别的人压一头我认了，可被荣誉压1分，导演凭什么给这么高的分？第一名荣誉加100分，第二名荣若瑶加90分。接下来是喜爱度投票，第一名荣若瑶共920票，第二名丽萨共885票，第73名荣誉可能151票。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你太奶奶个人喜爱度这么低？就因为您刚刚在舞台下方带节奏，惹怒了他们的粉丝，所以投票的人故意避开荣誉。总裁，荣小姐这一组原本安排了化妆师，我询问导演，得知是因为蓝秘书在导演室脱妆了，需要重新化妆，所以才临时借调走了。原来化妆师是被蓝柔雪调走的。恭喜荣小姐得了团赛第1名，不过个人喜爱度需要再努力一下呢。蓝秘书如果做不到公私分明，我想大概不太适合总裁办秘书长这个职位。请问荣小姐是用什么身份罢免我的秘书职位呢？我是芷渊的女朋友，既是未来的老板娘，你凭什么劝退我？蓝秘书关注一下手机信息。蓝柔雪女士，鉴于你违反工作规定，请你于3天内办理离职手续。阿渊是想跟我说蓝秘书的事吗？是我侵入纪氏集团内部系统，给蓝秘书发了开除消息。蓝秘书怎么了？为什么给他发劝退消息？蓝秘书怎么了？为什么给他发劝退消息？阿渊，你自己说。太奶奶，柔雪她并不是故意针对你，她只是爱美，一时没顾及到选手，不至于被开除。选手们等着上台，他为了自己临时把化妆师调走。如果你太奶奶不是最后一个选手，那后面的女孩就失去了出道机会。她工作出这么大纰漏，确实该开除。不然，先降职观察。蓝柔雪担任不了秘书长，同样你也难以担起纪氏总裁的重任。江秘书，你给我上来，给我拟定一份董事长股权转让协议。名字错了，不是转给季芷渊，是转给荣誉，不是转给季芷渊，是转给荣誉。这，不要用质疑的眼神看着我，确定就是转给荣誉。我不想接管纪氏，但英宝78岁了，我不能看着他再累死累活。董事长，从现在起，我将全心全意为您服务，是否需要在媒体上公示？不必了，你知道就行。那就请董事长跟我来一趟录入人脸指纹等。现在你太奶奶是董事长，她开除员工不需要向你交代吧？就因为他无意调走化妆师，就否定他整个人。我季家娶媳妇只看人品，蓝柔雪道德败坏。阿月，你跟他分手吧。这样就给他扣个道德败坏的帽子，未免太过分了。我就问你，
分不分？我就问你，分不分？您这是封建大家长做派，我不分手。既然你非要维护他，季家只能断了你所有的信用卡、私人股份分红和基金账户一并回收。以后你只担任总裁，按月领酬金，有问题吗？好。芷渊，老爷子怎么说？我真没有故意针对荣小姐，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，我给你推荐一份工作吧。爸爸，你还在工作吗？都10点多了，小月怎么还没睡觉？妈妈说爸爸给我买了新出的迪牌公主裙，耶！我所有的卡都被没收了，1个月工资才20万，那个新裙子价格也是20万。爸爸怎么了？难道是妈妈骗我的吗？小月，妈妈乱说的。你那么多裙子了，还要干嘛？哇，妈妈，小月讨厌妈妈。妈妈跟你开玩笑呢，爸爸已经给小月买好了。信用卡被回收，只能找朋友先借一笔钱了。早上好，姨姨，今天周一要上学，快起床啦！走喽，吃早餐去。小野呢？怎么这2天没看到人？小野少爷凌晨2点回来的，还在睡觉。熬到这时候还怎么开车？老于，给荣小姐安排专职司机。别啊，我年轻，熬夜开车没问题。周末2天玩游戏去了。刚上市的游戏，我连熬2个大夜通关了，全国第1个。中午我带你一起玩。真的假的？他这么厉害吗？你们要是闲得慌，收拾收拾种地去行吗？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就这样怎么了？再管不住嘴，我亲自送你去。我亲自送你去。季州野，大家都是同学，说话没必要这么难听。荣校花有空多管管你这群粉丝。无故离开教室76分钟，扣除7万6；打架扣1万。你下个月生活费没剩多少了，注意点额度。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出去打架？是因为隔壁几个男生在网上造谣，野哥正好在边上抽烟，听见了气不过才打起来的。抽烟扣5000，不过你能在外人面前维护我，说明你是个乖孩子，奖励你1万。是我冲动了。不管以后从事哪个行业，现在都得好好读书。救我！差点忘了，我早上说带你一块玩游戏。野哥，你干嘛？我死了！荣誉，你一个人冲什么冲？团队协作懂吗？这游戏也太简单了，就这也值得你们天天抱着手机玩？你以前肯定玩过，故意装菜鸡骗我们。好好学习吧，孩子们，学好了数学就能算出对方的运动轨迹，比如移动速度、技能、兵线位置。输入固定数据模型就能算出。玩游戏还列数学模型，这是疯了吗？荣誉，你准备一下，等会儿跟我去海城大学参加物理竞赛。好。拿到前3名就能保送顶尖大学，仔细点。他还真是搞笑，
竟然追到比赛现场来了，也不照照镜子，哪里配进我们宋家的门？哼！和宋华有婚约的是瑶瑶，并不是你。你厚脸皮追过来，只会让我们宋家更瞧不起你。宋华，你妈的自恋程度真是令人叹为观止，你也不管管。我警告你，立即离开这里，否则……恐怕不行。荣誉同学是代表一中参赛的学生，我们要进场了。他高考落榜只考了100多分，哪来的资格代表一中参赛？他转到了20班，大概是学渣班没有更优秀的学生了。这位同学，你干什么？坐下，不要影响其他人。我提前交卷。你在干什么？这面黑板禁止乱涂乱画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就擦掉。等等，云老，您怎么来了？云老，您怎么来了？云教授，嘘，竟然能推出结果，原来是这个方向。这是你算出来的？我认为这个结果不正确，应该是中间错了一步。反过来推导的话，这个地方按照新的思路演算，会算出至少3个不一样的数据，这就得结合一下具体行星的特质。你这个思路有些保守，放在40、50年前确实行得通，但现在我建议你再大胆点试试。你的老师是哪位？我是裴老师的学生。数学界有姓裴的教授吗？裴老师是海城一中的物理老师，我在一中念高3。高中生才上高中就能研究这种世界级的难题了？你这样的数学天才，怎么现在才冒头？你肯定还没有老师，让我当你的老师如何？让我当你的老师如何？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云小媛，北清大学教授，受邀担任海城大学副校长，同时是海城研究院数学部院士、数学科研所副所长。当云教授的学生需要做什么吗？我每天要上学，可能跟着云教授的时间不会太多。就是跟着我学习，你的思维比较保守，我之后带着你多见识见识。荣誉，原来你在这儿。请问您是？老师，这位是云教授。裴老师，荣誉同学已被我收为门下学生，以后肯经常要离校参加一些实验，只要做出研究成果，我就会给北清写推荐书，相当于保送。北清保送，云教授是云小媛教授吗？季总，云教授，荣小姐和云教授，这是自己人。这位是我老师，这位是我家里人，季芷渊。那以后就请云教授多多照顾荣小姐了。爸爸，我今天在幼儿园画了一幅画，老师说可以送给最喜欢的人，爸爸，送给你。原来我是小月最喜欢的人。总裁，董事长请您去一趟办公室。爸爸，你又要去忙工作了吗？我好想和爸爸一起吃晚餐，和爸爸讲幼儿园的趣事。小月，不好了，芷渊，小月的哮喘要发了，你快答应她，不然她能哭到发病，求你了。爸爸陪你去吃饭，乖，别哭了。有什么事晚点再说。董事长，蓝秘书的女儿发病了，总裁没办法，就先带蓝秘书母女离开了。技师管理这么松散吗？一个离职员工也能随意进出高层区？是董事长，这件事今晚就能处理好。
采购部的账有点问题，蓝子刚负责采购，立即叫他来见我。这些账本就是证据，立即报警吧。可是季总那边，我给了他机会，是他自己不来。你好，余额不足。费用多少？共78600元。爸爸，你的账户怎么会余额不足呢？你连7万多块钱都……只能再找朋友借点了。支付成功。喂，请问是蓝子刚的亲属吗？他因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谋取暴利被拘留，请立即来警局配合调查。蓝子刚是柔雪的亲弟弟，工作出点纰漏在情理之中，没必要闹到局子里去。找不到你的人，只好让专人解决。账本显示他捞走了48万，换成你，会怎么处理？蓝子刚人挺好，反正就40多万，季家帮忙填了就是。混账东西，连40多万都不放在眼底。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个缺心眼的继承人？如果蓝子刚3天内支付10倍赔偿金，季氏会撤销报警。为了防止你拿季家财产填空洞，你名下所有房子、车子、收藏，季家全部回收，给你2个小时处理。我不知道你和老爷子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你家老爷子大晚上给我打电话，不允许我给你任何经济援助，不然就停止跟我家公司合作。职员怎么样了？老爷子愿意撤销报案吗？10倍赔偿金，我弟弟哪有这么多钱？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。同学们，宣布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班的荣誉同学以满分通过了全国物理竞赛的初赛，让我们恭喜荣誉。荣誉，这道物理题你能给我讲一讲吗？这一题考的就是最基础的知识点。已经讲了5分钟了，再耽误下去，食堂连汤都没了。听说尖子班宋怀满分过了初赛，太厉害了！不就物理满分吗？多大点事儿？我们20班荣誉也是满分，有炫耀过一句吗？抄袭的吧？就是他！你们说谁抄袭？再说一遍试试。野哥，你刷我饭卡欠的那83块钱，到底啥时候还啊？钱我替他还了。陈年，你奶奶辛苦供你读书，你在学校连书本都不看，对得起你奶奶吗？吴老师，快出来一下。听说是吴老师网上发布了一个观点，引起了数学界的震动。有位教授亲自来咱们学校跟吴老师探讨了。我找了下资料，是大名鼎鼎的闵教授，国家院士、数学科研所副所长。怎么了，吴老师？第2阶段的推演方向还没有思路吗？最近忙了点，暂时还没开始推演。从这一步到这一步，应该还有第2种可能。教授，我请了班上一位同学协助推演，这部分是他单独完成，不然请他来仔细讲一讲。教授，就是这位荣誉同学。如果我们引入一个收敛因素，让每个抛物线的开口逐渐缩小，假设第 n 个抛物线是前一个的1/3，整个系统就会形成一个自相似的线性。咱们居然把第2阶段推导结果算出来了！你有这么强的天赋，有没有兴趣认我做老师？抱歉，闵教授，我已经有老师了。我会带你做研究，参与重点级研究项目。我明白，但我确实已经有带领我做数学研究的老师了，没有换老师的打算。那我们先加个联系方式，以后你什么时候改变主意了，可以随时联系我。你错过了一个一步登天的机会。原来吴老师让我做推导是为了发论文，学术成果重要，但为人坦荡更重要。你误会了。不是说了我在工作，不要随意打断。爸爸，我听太爷爷说你缺钱，这是我放压岁钱的卡，有30多万，你先拿着用。爸爸不缺钱，你自己收好，出去吧。
乖朵朵，借点钱给小叔用用咋样？找小孩要钱花，你可真出息。有个赚钱的机会，要不要？给我制定一个方案。我打算以技师名义，在海城一中设立贫困优秀生助学金，明早给我出稿。我不会啊。不会就学，难不成天天在家里混吃等死？你父母双亡，属于贫困生，好好学习，最高一个月拿10几万，默写一个单词奖励10块，背会一首诗奖励500。Abandon ability。10万，真的假的？这分明是比孙媳更亲近的关系，除了情人，我想不出第二个可能。她要是成了老夫人，岂不是能继承巨额遗产？太爷爷，我舅舅不懂事，我替他道歉，您能原谅他吗？大人犯错，轮不到你一个孩子来道歉。老爷子，我弟弟是被身边一群狐朋狗友撺掇，一时鬼迷心窍，才犯下了大错。这回在看守所吃了3天苦，他也吃教训了，以后再也不敢做出这样违法乱纪的事儿。老李，备车，我还有个会。小月，你去找朵朵玩好吗？妈妈有点事要说。我想真诚地和荣小姐说声抱歉，之前我心存偏见，对荣小姐有很多误会，还请荣小姐不要跟我计较。当然不会，蓝秘书，哦不，蓝小姐，请自便。正巧拍到2个小朋友聊天，你自己看。这裙子一点都不好看，我的爸爸。竟然是小月故意陷害朵朵。小月从小没爸爸，疏于管教。蓝月杀人放火，只要说没父亲就能不判刑吗？蓝月必须亲口道歉。小月，你快别哭了，要是发病了就得去医院了。你不是最怕谁去医院吗？安排车去医院。昨天那件事是爸爸错了，朵朵愿意原谅爸爸吗？我从来没有怪爸爸。今天爸爸送你上学。好呀好呀，爸爸，我们快走。朵朵看着活泼多了。有人爱的孩子当然活泼，朵朵就是被你们这群糙老爷们忽略太久了。去海城大学见云教授是吧？假条给你。你是荣誉同学吧？这是云教授让我带给你的，说最近女同学都爱喝，我想你应该也喜欢。云教授去拿资料了，应该很快就来了。原来荣誉同学是小林的学生啊。小林还年轻，专业知识不深厚，荣誉跟着我一起做研究吧。不好意思，闵院士，我不是荣誉同学的老师，荣誉同学是……闵慎言，你这个老东西，一年收1个学生，门下都30几个了，你是需要人抬棺还是怎么的？收这么多人？走，我们先进研究室。计算机模拟显示，36小时撞击率是90%，但观测数据有微小偏差，完全说不通。这是荣誉，数学天才，困扰大家的难题可以和他讨论。他照着抄，不对，他头都没抬，是背下来了，过目不忘。计算机从这里开始偏差，你们忽略了太阳风对小行星表面物质的剥离效应，因为这是新发现的小行星，计算机没办法精确这个数值。正确的轨道应该是这样，在近日点会有轻微偏转。计算机跑了3天的演算数据，竟然输给了你手里的笔杆子。你这脑袋竟然比电脑还恐怖。老师不用送了，有人来接我。老师好。荣誉的老师就是我老师，以后麻烦老师多多照顾我们家荣誉。
海大后面有条小吃街，咱们去逛逛，放松一下。发什么神经？搂一下太奶奶咋了？又没犯法。太奶，这家的铁板鱿鱼绝了，还有柠檬水，超级好喝。铜锣烧要不要尝一尝？铜锣烧就不吃了，抵制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抵制日货呢？算了，太奶奶那个年代的人正常。听说荣誉请了1天假，原来是谈恋爱去了。高3请假谈恋爱，注定一辈子没什么出息。荣誉难道和冀州也是男女朋友关系吗？我最亲爱的太奶奶，看在我这么尽心尽力伺候你老的份上，给我买这款最新的游戏机行吗？有个条件，这回月考能进步10名。这10名跨度有点大，换个条件成不成？咱俩体验玩一局，如果你能赢过我，也可以。是谁那么变态，用数学公式推演玩家轨迹？我玩得过才怪。那怎么办呢？学习成绩差，玩游戏也菜，叫我怎么给你放水？我马上就要过18岁生日了，成人礼该有的吧？就当是提前送我生日礼物呗，好不好嘛？姐姐，你们也在这边逛呀？冀州野同学，正好昨天我姑父买了这款游戏机给我，我对玩游戏不感兴趣，就当是送你的成人礼。不是我说，你俩哪儿冒出来的？我买什么跟你们有关系吗？要你们在这儿逼逼叨叨。大家都是同学，宋怀好心好意送你成人礼，你说话至于这么难听吗？我要他送了吗？需要他当好心人吗？什么垃圾游戏，本少爷根本就不稀罕。这不是瑶瑶吗？选秀节目第1名的那个荣若瑶，瑶瑶好美，瑶瑶我爱你。你是星梦计划的选手荣誉对吗？荣誉姐姐你好，我是你的粉丝，你能给我签个名吗？不方便就算了。签哪儿？这儿，签在这儿。你读初中？初3了，初3追星是不是不太好呀？我在海城一中。远上寒山神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。荣誉，那个我们李聪成绩一直上不去，想请你帮我们看看。是啊，总分就是被李聪拖了后腿，我们真的太想提高了。你上次物理竞赛满分，肯定很有方法。有没有可能你们理综太差，是因为数学就没学好？我数学考试每回都是130分，这个分应该不算低了。130还不算低吗？总分150，按道理来讲，最差都得148。这道题，这是一道大学阶段数学题，虽然有点超纲，但其实用高中数学思路完全可以解出结果。荣誉，你也对这方面感兴趣？荣誉，有没有时间聊一聊？3天前，我向学校提交了辞令，今天下午就正式离职。吴老师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申请了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名额，打算出国学习个几年，等学有所成后再回来继续研究抛物线收敛性问题。希望到那时，荣誉同学能不吝赐教。
那我就等吴老师学成归来了。一个学生竟能平等的与老师握手，老师跟学生说话时带着些微的尊重，老师对学生尊重，这太不寻常了，总觉得似乎和他有关。这题用的是这个公式，咱们变一下，再加2个变量进去倒过来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对，就是这样。谢谢你，荣誉。你教我数学和物理，我教你英语怎么样？我英语成绩还不错，每回都是145以上。不用了，我英语还行。那我能教你什么呢？大家互相学习嘛。那你们给我补作文怎么样？我作文写得很糟糕。妈，你穿这身裙子漂亮点儿，再拎这个手提包，看起来时尚多了。哎妈，这也太老土了！老爷子，您哪都是多少年前的审美了？这身放在80年代还挺潮流，穿这身上电视，太奶肯定会被人骂是个土妞。哼！哎呦，朵儿，你觉得这一身怎么样？换这双鞋子就更好看了，姨姨，快换上！稍等我10分钟，我打电话叫人安排一名造型师过来。你现在是明星，我连夜给你建了个后援会，现在粉丝超过了10个人，你必须时时刻刻在意自己的形象。有请我们星梦计划第2轮比赛的选手荣誉。荣誉，星光不语。天啊，这么大年纪还出来追星，走路都走不稳，万一被挤嘎了，节目组得负责吧？荣誉，星光不语。他身上穿的，这不是 Seraph 家上季度推出的裙子吗？咱们这期节目要上难度了，首先是分组，根据选歌分组，先在大屏幕上播放8首唱演曲目，排名前8名的选手自动成为8个组的组长，按照排名顺序选择曲目。这首歌高音区太多了，我唱不来。天哪，还有英文歌！恋人草，我就要恋人草，千万别被人给选走了。第1名容若瑶选择恋人草，第8。哎呀，恋人草这么快就满员了。你别嘀咕了，咱们排名太靠后，没得选。组长果然轮到第7、2名时，只剩要唯一第3组。没想到根本没有人愿意成为他的队员。今天晚上9点钟有个小考，我们的时间非常紧张。上午先学习唱歌，大家应该都学过英文吧？我是学过，但全忘光了，现在只会个 hello， 连英文都不会，难怪个人喜爱度是倒数。我的英语也很一般，没法教你们，我去请节目组找个英文老师来指导一下。单词其实都不难，就是语速太快显得难而已。你们谁音准比较好？能不能教我一下旋律？哇塞，你的英文居然这么厉害！快，你来教我们。我们先来熟悉今晚小考的这段合唱歌词，一个单词一个单词。来 ，unstoppable。unstoppable。玉姐，这2个单词我都会，可是连在一起唱，一加快节奏劲儿怪怪的。你看问题出在哪里？我离开才这么一会儿，就有人要抢走组长的位置了。大家过来一下，咱们的英文声乐老师来了，先让老师带着我们唱一遍。大家的发音都很棒，只有琪琪这个单词你发音太死板了。大家先跟我来学习前2个8拍，注意身体的律动和力量的爆发。我还得扒后面的动作，你们先自己熟悉前几个8拍。谁是本组组长？崔老师。你们表演漏洞百出，作为组长，你要负主要责任。崔老师，我尽力了，队员们更愿意听从荣誉的安排。够了！一支没有凝聚力的队伍在团体赛事里走不远。录制结束后，你们务必多磨合，培养团队默契，这比单纯练习技巧更重要。这支队伍没有潜力，没必要再浪费时间磨合。大家怎么看？我不认同你的说法。既然想法不同，那我就不奉陪了。
需要他带队的时候不见人影，哪有这样一味挑刺？非有这样当组长的。我接下来安排训练任务，愿意留下一起努力的就留下。从明天起，所有人每天在群内打卡，唱跳整套曲目练习100遍。100遍？玉姐，我现在走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，反复练习能形成肌肉记忆，动作和唱腔自然会熟练。难道你们想在1周后的公演舞台上当众出丑？黑字太多了，你快来帮我！您老干脆花点钱请点水军，犯不着亲自上场。什么是水军？水军是花钱雇佣的人，会发布大量评论帖子，控制舆论走向。不然我来帮忙请水军吧。要多少钱？50万吧，当然500万也行。要请咱们就多请点，给太奶奶造势，让太奶奶勇夺第一 ，C 位出道，火出银河系。好，好，好，阿爷果然孝顺。好个头！第一的后援粉丝会今天增加了1000多个人，从10个人上到1000多人，是好事啊！为了祝贺荣女士粉丝突破1000人，我们出去吃点庆祝一下吧。正好可以吃个宵夜。咦，那不是蓝阿姨吗？还有蓝月也在。小月的爸爸不是长这样，不是，我说小月怎么看到个男的就喊爸？到底认了多少个爸爸？蓝月从小没有父亲，多认几个爸爸很正常，多点人疼他吗？他有什么错？虽然蓝月有很多个爸爸，但阿渊只有一个女儿呀。胸口好像中了一箭。爸爸，生蚝可好吃了，我喂你吃。谢谢多多。蓝小姐，要不要再看看夜景？小月明天还要上学，得回去了。那我送你们回去。爸爸再见。小月，不可以随便喊爸爸，他不是你爸爸。得好好想一想，怎么尽快把婚事挑定下来。于管家，去给我在微博上注册个账号，昵称就叫齐王季树英。季顺英，我在。都散了，散了，该忙什么忙什么去。老于盯着厨房，快点备餐。英宝，你现在一天至少有10多个小时在玩手机，手机给我，没收。太奶，老爷子屁股口袋还藏着个手机。太爷爷房间枕头下面放着2个在充电。老爷子别瞎忙活了，我让技师压一压热搜。既然选择了参加节目，那就注定会被观众点评。意料之中的事，不必在意。哎呀，我起太早了，头晕，进屋躺会儿。早上好。对不起，朵朵，上回是我不懂事，弄坏了你的东西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多多，我有没有教过你？别人说对不起时，你该说什么？如果对方真诚道歉，当然可以说没关系。但多多，你感受到蓝月的诚意了吗？我是真心实意的知道自己错了，朵朵原谅我好吗？知道错了，那不该是拿着赔偿登门道歉吗？一条公主裙，一双水晶鞋，一共38万6千。朋友之间谈钱就太伤感情了。多多，回头阿姨买一模一样的裙子和鞋子送给你，好吗？好。那我们去玩吧。我还要读英文绘本，你自己去玩吧。荣小姐，我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双很适合年轻女孩的高跟鞋，就买下来了。荣小姐看看喜欢吗？荣小姐不缺这双鞋子。芷渊，荣小姐就这么讨厌我吗？这双鞋真的是你亲自为荣小姐挑选的？其实是我拜托一个朋友买的。昨天晚上你和谁在一起？有个朋友从国外回来，我带他去江滩那边逛了一圈。逛完后给你打电话，你也没接，你在忙什么？最近忙，接下来还有个会，我得去公司了。你要一块走吗？那就一起走吧。你这个遣词造句太古早了，总感觉你写的太晦涩了，有点绕。重写吧。
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要有作文这种逆天的东西存在。荣誉同学，海城研究所那边派人过来，说有非常重要的事需要你立刻过去一趟。研究所特意点名找他，这孩子的天赋实在出众，真是难得。打扰学校正常月考，实在过意不去。无妨，这也是荣誉同学的机遇，请。我们直接前往海城研究所。此前境外机构贸然行动，试图偏移天体轨道，结果适得其反，天体质量、运行轨迹全都发生改变。现有计算机运算速度跟不上，研究所召集了多位顶尖算力人才，急需你协助测算出精准数据。小玉，本来不想这么早让你接触这类高度机密的工作，但事发突然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，只能请你来试试，尽力就好。就算遇到难题，我们这些前辈也会坐镇把关，你别有心理压力。我听人说荣誉没参加考试。我和荣月一个考场，语文考试才考一半，他就被人接走了，是不是他家里出什么事了？这里安装了信号屏蔽器，外界电话打不进来。我在海城研究所处理工作，今晚回不去了，明天再说。想起从前，家里人也常常泡在研究所里，整日忙碌不见人影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依旧如此。歌唱比赛节目就要录制，要不要通知节目组把录制延期到周日？你们太奶奶要是知道为了她一人改动录制时间，肯定不会同意。录制时间不变，你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演唱顺序。好的，我会妥善处理。初中中，我们永远支持你。琪琪，别怕，粉丝是你最强的后盾。各位选手，各位观众，荣誉选手有非常重要的事务需要处理，稍后抵达，不会影响节目正常流程。接下来，各位组长依次抽签，决定演唱的上场顺序。你和荣誉走得近，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到吗？请。运气真好，第8个上场，荣誉就算晚到，也肯定赶得上。他抽到的侍卫比较靠后，荣誉应该能及时登台演唱。数据模型已经成型，接下来大家把分组数据依次录入系统，计算机就能算出最终结果。我还有私事要处理，先行离开。玉姐，你可算是来了，下一个就是何琪琪，只要很快就到你上场，幸好赶上了。荣誉，你家里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这么晚才来？家里没出事。我是第几位上场？你是第10位，中间还有2位选手，还有不少时间，你先休息一下，调整状态。我状态非常好，趁现在有空，我再清嗓练几遍曲目。明明都是单人比赛，他却一副喧宾夺主的样子。马上就要依次登台演唱了，反复练习容易疲惫，影响发挥。我觉得还是静心等待比较好。你按自己的想法来就好。有人拍到荣誉从海城研究所出来，网友质疑他擅自闯入市密机构，要求相关方追责。陈导，这个小姑娘胆子也太大了，竟敢闯入市密研究所，这是触碰底线啊！咱们节目组得赶紧发声明，万一被连累导致节目下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有内部人员亲自相送，他应该不是私自闯进去的。网友纷纷改观，称赞荣誉是学霸天才，抵制恶意抹黑，还表示要全力为荣誉投票。这下你满意了？这孩子帮研究所解决了大难题，不过是发一条微博致谢，难不成还要我给你鞠躬道谢？他是难得一见的顶尖人才，绝不能让他浪费精力在无关的事情上。我提议启动特殊人才引进计划，直接将他纳入研究所核心团队。孩子才18岁，人生才刚刚起步，往后数十年都要埋头和数据实验打交道，何必早早把他束缚在这里？唱歌是他真心喜欢的事儿，就让他去体验、去历练，等心愿圆满了，自然能沉下心做研究，不是吗？第9位选手演唱结束，第10位荣誉，请登台。怎么回事？
前几天网上还全是指责他的言论，现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支持他？绕过世界，奔向你歌。本轮所有选手演唱完毕，现场投票结束。我发挥还算稳定，应该能排到前5，只有稳居前列才能顺利晋级，排名靠后就会被淘汰。天啊，912票！恭喜荣誉，凭借独唱拿下本次歌唱比赛全场第1名。怎么会这样？他居然超过了我！他的演唱水分确实出众，拿下第1实至名归。恭喜你，运气不错，谢谢。好的，本次录制正式结束，请选手们有序到工作人处领取个人物品。学霸，就一个高3复读生也敢立这种人设，真是可笑。太奶奶热度大涨，纪实决定让您拍摄这档节目的第1日中插广告，明天上午8点，纪实娱乐。妈，你的后援会粉丝破万了，我是会长，朵朵是副会长，我们俩立志发展到100万人。一天只准玩2个小时手机，能做到吗？能，我也会监督太爷爷只玩2个小时手机。我就在顶层工作，有事联系我就好。这是节目第1支广告，纪实新上市产品宣传片，务必保证。是，季总请放心。人呢？怎么还没到？说好了上午8点，这都8点半了。周亚正在赶路，马上就到。大家好，周老师总算到了。我等会儿还有个粉丝直播见面会，直接拍吧，速战速决。好，周老师、导演、副导演、摄影师、场务都过来，马上开拍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什么时候背会了台词？什么时候再开拍？他刚刚说什么？他算哪根葱？一个没踏进娱乐的门槛的新人也敢对我指手画脚？周老师，新人不懂事，化妆师给周老师整理妆容，我去和荣小姐聊聊。荣小姐，周老师行程紧张，没时间熟悉台词，用数字代替，后期会配音，不影响什么。他行程紧张与我没关系，我只知道对待工作得有最起码的敬业精神，我不跟不敬业的人合作。荣小姐，这支广告今天得拍完，时间不等人。赵总有时间劝我，不如教他背台词。10点半钟之前，他要是还背不会，我建议换人。周老师，不然缩减一下台词，你只需要背3句话。怎么，我还要配合新人背台词？选秀第3名而已，就当自己是盘菜了是吧？愿意拍就拍，不愿意拍就滚。等我先玩完这局游戏。是严婷，影帝严婷，她怎么来了？严先生，和周亚晨合作的女明星是哪一位？就是这位荣小姐。荣小姐，方便借一步说话吗？这里面100万。荣小姐解约拍摄纪实广告广的报酬。你觉得我缺这100万？这里还有80万，对你一个尚未出道的女团选手来说，这笔钱不算少。若我拒绝解约呢？严影帝当准备如何？看来荣小姐不清楚我在娱乐圈的影响力。你若以后要混这个院子，就该知道什么人能惹，什么人不能惹。你接受这笔报酬，我会再给你介绍一个资源。若你非要对着来，那么怎样？季家花钱捧你，现在成影帝竟然会威胁人，真是白养你，气死我了！老爷子怎么？你闭嘴！小赵，滚过来！董事长有什么吩咐？今天的广告片拍摄是什么情况？不许隐瞒，一个字一个字说清楚。既然行程这么紧张，纪实就不占用他宝贵时间了。小赵，立即请走。老爷子，纪实早就定了周亚晨做代言人，合同签了。他没有敬业精神，违背条款，纪实解约，有问题吗？小赵，通知下去，纪实这款产品代言人改成荣誉。是董事长。纪实和周老师解约，这里要签字，请周老师签一下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周老师违背合约精神，纪实有权解约，签一下字吧，周老师，好聚好散。哥，你终于来了！姓赵的要跟我解约，你必须开掉他。还有这个叫荣誉的新人，太嚣张了，必须跟他解约。亚晨，解约书你先签了。凭什么？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帮着外人欺负我？赵总，
带周亚晨立即出去。燕，他为什么喊你哥？谁是外人？老爷子，他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周家遗孤，他母亲临死前托付给我，他没有亲人，只能依靠我。他要是真心对你好，就不会让你小小年纪给他儿子当爹了，这不是道德绑架吗？你笑什么？不管你和老爷子什么关系，这里都没你说话的资格。没大没小的东西，给我道歉！孽障，没听见我的话吗？坐回去。阿燕，你了解周亚晨吗？谁允许你叫我阿燕了？阿渊，你来的正好。吩咐纪氏各部门，周亚晨这个人以后不许出现在纪氏集团合作名单上。好的，太奶奶。大哥，你喊的什么？荣誉是纪家太夫人，我们的太奶奶。这世上总有无法科学解释的事，她确实是我们太奶奶。周亚晨的事，我早就想劝你了。他成年了，有工作了，你给人当爹也该有个限度。周亚晨的事儿以后再说。你是没搞懂太奶奶什么意思？这世上总会存在一些不能用科学解释的事，原因无法探寻，但确实，她就是我们太奶奶。有证据吗？证据你个头！我妈就是我妈，不需要任何证据。你要是质疑，就滚出纪家，全当没你这个孙子。阿燕，初次见面，先喊声太奶奶来听听。本来还想让你这个影帝多提携你太奶奶，现在看来指望不上了。老二一根筋，妈别跟他计较。12点了，走，先去吃饭，再拍广告。大哥最近财务遇刺，四处借钱，就是因为这个女人吧？别一口一个女人，对太奶奶很不尊重。你知道引力拖车与小行星各方面数据是谁算出来的吗？太奶奶，吃这个。太奶奶，请喝茶。之前多有冒犯，还请太奶奶谅解。没事，以后别胳膊肘往外歪就行了。算你懂事。装委屈卖惨，让粉丝冲锋陷阵，好一朵盛世大白莲。太奶奶的个人资料被航天所加密了，网友查不出什么。5分钟能处理好这件事吗？你就这么看着他胡闹？我给你10秒钟，立即关掉直播，马上！不要急，很快就处理好了。哥，我的直播账号被平台封禁了，你快帮我解封！太奶奶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管束好他。轮不到你来道歉，我还要拍摄广告，你慢用，记得结账。你公开发一条微博向荣誉道歉。爸妈，姐姐上热搜了！天哪，姐姐得罪了当红小生周亚晨。别小看网友能量，去年有个明星婚内出轨，死不悔改，与网友抗争到底，最后家族公司被举报，很快就破产了。我不该把他接回海城，不给家里做贡献就算了，还净惹祸。现在该怎么办？让荣誉公开给周亚申道歉，不然这事儿难以平息。姐姐应该忙着拍广告片呢。热搜爆了，纪氏官方号发声了。纪氏官方微博发布广告拍摄花絮，网友区纷纷支持荣誉，谴责周亚晨不敬业。周亚晨的黑料被扒，影帝季燕婷的粉丝也被卷入。周亚晨一夜之间身败名裂。就说荣誉应该不是那种人。老二，学会了吗？以后对待你太奶奶就按照这个标准。这也能扯到我？是，我记住了。太奶，您可算是回来了。
你看老五多孝顺，百善孝为先，老五做得很好。哇，二哥回来了。那个二哥，你给我点零花钱呗。二叔，不可以的。姨姨说了，家里任何人都不许给小叔1分钱。你个漏风黑棉袄，我是你亲小叔，你就不能帮着我点吗？严先生，出事了！网上舆论太凶猛，导致亚琛好几个代言被解约，几个到手的一发男主也没了。他一时想不开，吞安眠药了。你给我坐下，继续吃饭。立即去医院，确定周亚琛没事后直接送他回家，然后通知所有与他合作的品牌方和剧组，纪氏集团全面停止与周亚琛的一切合作。这样亚琛就彻底完了，他会崩溃的。完了，是他自作自受，他煽动网暴，影响恶劣，纪氏不会为任何人买单。另外告诉他，他母亲的遗愿我已尽力，从今以后他好自为之。妈，多吃点，这种不识好歹的小辈，不值得你费心。阿燕，你做的对。二哥，你是不是把周亚琛给……二叔，姨姨说坏孩子是要受到惩罚的。就是他，选秀那个。哇，素颜也这么好看。太奶奶，你现在是校园名人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走路。若瑶，你表姐这是要红啊！还有海城研究所那个事儿，全校都在传。他能有几分钟热度？这次月考，我们20班整体成绩有大幅提升。20班牛！陈年班级37名。老班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，值得鼓励。冀州野班级41名，进步明显。牛啊！你们俩一个倒2，一个倒3，说说怎么做？这不是还有倒1吗？对，看咱们班谁新进成了倒数第1。倒数第1应该是我。你们就别跟荣誉比了，他那是缺考。好了，现在开始讲试卷。下午咱们学校要开高3年级家长会。下面颁发纪氏集团设立的月考进步助学金，陈年进步奖奖金1万2万元，冀州野进步奖奖金8万元。我奶奶减1年飞屁都赚不到这么多钱，谢谢纪氏。周野这小子举那么高干嘛？这么多，能卖好几10块呢。陈奶奶，这些瓶子里好多水都没喝完，我去拿个桶子来倒。大家一起帮忙！好孩子，你们都是好孩子。荣小姐，不如让陈老太太来季家庄做园艺，轻松，工资也高。阿野和陈年是朋友，如果家人成了佣人，感情会变质。不如纪氏集团的废纸盒什么的，都让陈奶奶去收吧。还是荣小姐有办法。太奶奶，我考试进步这么大，是不是该给点奖励了？你刚得了纪氏的奖学金，怎么还缺钱？那怎么能一样？后天是五少爷18岁生日，不如荣小姐奖励五少爷办个盛大的成人宴，在我别墅办，请我那些好兄弟，再找几个模特来助兴，大家穿比基尼，喝酒玩游戏。哇，不敢想象有多开心！我看这生日会不办也行。别，那就请20班的同学们过来，一起吃蛋糕，聊人生，聊理想，非常积极向上。这个好，交给我去安排。冀州野，这是你家？你在学校那么低调，根本看不出是个富二代啊！我确实无父无母，但我有爷爷啊，这是我爷爷送的房子了，别了里面有泳衣，随便换，想吃什么随便拿。游戏房还有最新款的主机。往左！哇！我说冀州野，你请的是些什么土包子？参加宴会连礼服都不知道穿校服来凑数吗？普普通通一个生日会也值得你们盛装出席？平时是没参加过派对吗？我认识你，人气选手荣誉，给个追求的机会呗。明天一起去听音乐会，去江南吃西餐，看夜景，怎么样？
你要干什么？直接说。我锯你个头啊！季州爷，你他妈疯了！我要告诉季老爷子，让他教训你。可以，快去，我等着。大家都是兄弟，为了个女人至于吗？格局大一点。你有个屁的格局！好好的心情都被你们毁了，滚！都给我滚！季州野的生日会，这怎么可能？季州野不是个孤儿吗？他怎么可能包得起这种千万级别的豪宅办派对？难道荣誉那些仿片都是真货？凭什么？荣誉，你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。老海，你家那个孙子不到20就整日流连美色，家业迟早被他败干净。等到时候你死了，后辈都没钱烧给你。哈哈，真特么活该！谁让这货调戏太奶奶？等着被私家老爷子财务管制吧。周野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送你的成人礼，看看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柔学姐。今天起码收到20多条皮带，这辈子都不用再买了。芷渊，一块走走，看看月亮。小月怎么没一起来？太晚了，他熬不住，早就睡下了。他也在念叨，好久没见到爸爸了。当初蓝月对着别人喊爸爸，滋味实在难受。我送你回家，正好看看小月。芷渊，小月学校要办晚会，她一直念叨着想要一条礼服裙。好，我们去看看。这条好漂亮，小月穿上一定像个小公主。这几天接私活是宽裕了点，但6位数柔雪现在买有点吃力。那这条呢？款式简单点也挺好的。麻烦包7万块的破裙子，怎么配得上我的女儿？老爷子的经济管制到底要多久？我还要陪他过这种苦日子到什么时候？爸爸再来一局，这一局爸爸你得让让我。小月，你去睡。爸爸再见。寇幸，我不是说了吗？别再来找我了，我有男朋友，我们之间没有可能。我知道你男朋友是季芷渊，当初在国外你们是情侣，可你嫌弃他穷，转头就嫁给了富豪。你当初嫁人是为了钱，现在和季芷渊复合不也是为了钱吗？你闭嘴！不管我为了什么，我现在都是季芷渊的女朋友，请你马上离开。你的算盘大概要落空了。你大概还不知道，季老爷子名下的所有股份已经转出去了，但并没有转给季芷渊。这不可能，他是季家大少爷，是季氏总裁。豪门为了稳固阶层，是不会将核心财富分流的。季芷渊根本就不是季氏的真正继承人。如果季芷渊只是个普通富二代，我何苦委屈自己给他当后妈？我谋划了这么久，难道全是一场空？万一爸爸和寇叔都回应怎么办？芷渊，这位是寇幸，我们留学旧时，你还有印象吗？记得。季总，幸会。我想聘请蓝小姐担任我的秘书，可惜她要征求男友意见，那我便不多打扰了。小月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爸爸，你的工作事宜自己决定吧，早点休息。季周野同学，早上好！昨天你18岁生日，很遗憾没能现场祝福你，这是我精心挑选的礼物，希望你喜欢。不需要，这帮人就不能送点游戏皮肤吗？芷渊，子刚欠债被人扣了，要700多万才放人，我拿不出钱，求你帮帮他。他该吃个教训，不然以后还会再犯。要不是及时开除了他，他怎么会去借钱？你开除我又开除我弟弟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仇人。蓝小姐是不是忘了你们被开除的原因？上回我替他填了窟窿，这一回不会再帮了。要不是你带子刚去那种地方玩，他怎么会惹上麻烦？是你们季家害了他，就该把他救出来。等会儿，什么叫我带蓝子刚去的？蓝小姐别到处找人背锅了，他俩都比脸还干净。我给你出个主意，这些年你收阿渊的贵重礼物，变卖了凑400-500万，救你弟弟足够了。
你好冷漠，根本就不爱我，季芷渊，我恨你！你送他的礼物加起来少说800-900万，就因为拿不出钱就恨你，他的爱可真廉价。大哥，你送了他这么多东西，他该不会是为了钱才跟大哥在一起？他不是这样的人。那蓝小姐这些年送过什么东西给你吗？他写过情书，折过一罐星星，还送过几幅画。那都是亲手准备的礼物，多珍贵啊！你砸钱就太庸俗了，难怪他觉得你不爱他。别在这杵着了，想去就去吧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说，我帮你。子刚欠了这么多，你手上有吗？卖奢侈品来不及，我把这套别墅先卖掉，我弟不能出事。急售压价不值，这笔钱我帮你出，但我有个条件，你得帮我从季芷渊手上拿个东西。季芷渊这关头帮不了你，说明你在他那里没分量。我不一样，嫁给我，寇氏100%归你管，不受任何人摆布。你帮我拿到那个东西，寇氏就能超过季氏。谁呀？小月，是我。你妈妈在家吗？爸爸，你来干什么？我给那边打了电话，他们同意降息，只需要还330万，子刚就能出来。芷渊，你能帮我吗？这点钱对季家不值一提，但能救我弟弟的命。我认识几个二手奢侈品回收商，价格公道，你可以。其实，你已经不是季氏继承人了，是吗？小月，你怎么了？小月，小月哮喘发病了，我要去救我弟弟。芷渊，麻烦你带小月去医院找田医生。寇信，你出来吧，我答应你。田医生在吗？田主任今天不在，您先去急诊。孩子以前有这样过吗？他有哮喘，运动性的还是过敏性的？你怎么当爸爸的？孩子什么病都不清楚，这症状根本不像是哮喘。先做检查，看清楚再用药。不，我不要做检查，爸爸，我没事。虽然没事了，但也得做个全身检查，不然以后发病可能会危及生命。我不要，我不做检查。必须查。你这个爸爸对孩子也太不上心了。腺小提增生继承哮喘，这俩没有任何关系。腺小提增生一般只在夜里睡觉呼吸不畅，像刚才那种情况，我从医这么多年闻所未闻，还得再深入检查。爸爸，可以走了吗？我想睡觉了。小月发病了。小月，医生有没有说什么？先把小月放床上去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小月并没有哮喘，你为什么骗我这么多年？芷渊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欺骗我很好玩是吗，蓝柔雪？在你眼中，我是不是就像个蠢货？知道小月没有哮喘，你不是该高兴吗？说到底怪你偏心，怪你忽略小月。只要朵朵一出现，你的爱就全被朵朵夺走了，不然我也不会骗你。你是不是忘了，朵朵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？我偏心朵朵，有什么不对？小月喊了你这么多年爸爸，原来什么都不是。你走，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。帮我查一下监控，最近有谁常来蓝柔雪家中？别躺着了，从今天起跟我练太极8段锦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我的命也太苦了，别人都有儿子养老送终，我都不知道有没有那一天。妈，我还能行，咱们继续练。
你们猜我刚去哪儿了？季氏集团。我奶奶昨天捡废品碰见了他们负责人，说我奶奶像她去世的长辈，直接把纸箱回收的业务包给我奶奶了。他们没瞧不起我奶奶，也没压价。那就安心读书。走了，快上课了。上午复习数学物理，下午化学生物。你基础太差，必须安排魔鬼训练。谢谢班长督促，我一定好好学习，绝不辜负班长的栽培。荣誉，聊一会儿，我在校门口等你。这是我家人托关系弄来的物理奥林匹克决赛内部资料，给你分享一份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不用了。你初赛满分，有这份资料努力一把，说不定能拿奖牌，对高考加分很重要。并不是人人都需要内部资料，别太小瞧别人。太奶，那个宋怀有未婚妻了，你可别犯糊涂跟他扯不清。你这个脑瓜子里是装水了吗？我多大他多大，我该有只想不开才犯这个糊涂。爸爸，芷渊，这2天我想了很久，我不该骗你小月有哮喘。你生我的气可以，别怪小月。12年的白月光，原来全是欺骗和虚伪。芷渊，刚刚小月吵着要吃冰淇淋，你能带她下楼买一个吗？一起去。高跟鞋磨脚，在这里等你们。太好了。完全成熟的芯片代码，寇氏也能分到季氏的巨大蛋糕了。柔雪，你是大功臣，那就恭喜你了。舅娘给我和妈妈买礼物。买，想要什么买什么。寇总，代码里藏了大量木马病毒，工厂流水线全面瘫痪，所有智能机器报废，损失过亿了。可能，我亲自检查过的。爸爸别走，你答应给我买礼物的。你拿了什么烂东西给我？外叔叔，我想见爸爸了。这一切，都是季芷渊设的局。太奶，大哥受什么刺激了？爸爸给蓝阿姨发消息说分手，蓝阿姨没回。好，你大哥终于看清蓝柔雪的真面目了。哈哈哈哈！今晚正好是唐叔叔100岁寿宴，我带你大哥去放松放松。唐叔叔，唐彻。是啊，妈，当年你走后，海大墩天天欺负我，笑我没爹没妈，幸好有唐叔叔出面警告，不然我都被欺负死了。唐彻和我青梅竹马，没想到我死后，他还照付了英宝。你唐叔叔还活着，真好。今晚能进这个场子的没一个简单人物，咱们能来全靠荣家和海氏的合作，唐家才给了这个面子，你好好把握，多认识几个人。知道了，爸爸。爸，那不是姐姐吗？你回这里来干什么？有事。今天是唐老爷子100岁盛宴，没有邀请函不得进入。你不好好读书，跑这来丢什么人？你们能来，我怎么不能来？瑶瑶考第1来见世面，你倒数第1来丢人吗？赶紧滚！别逼我大庭广众教训你。姐姐，爸爸说的对，等会儿硬闯被轰出来多难看啊！你就不能为爸爸着想一下？放心，丢不了你荣大总裁的脸。成事不足的东西，给我回去！哪位是荣小姐？我是，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是荣家大小姐荣玉是吗？是老爷子让你出来接我的吧？荣小姐，您这边请。老季，前天看你上新闻了，一把年纪行事荒唐，要不要脸呢？你不上网吗？不知道后续吗？再造谣把你抓局子里去。你最近没影，投什么大项目呢？给你安利个人，荣誉，唱跳炸翻舞台，毒腕无兔，粉他绝不塌房。安利是什么？老季，你脑子进水了？别为了追星把养老金砸光了。谁脑子进水了？
妈，你看，就这老家伙天天欺负我。老纪，你半截入土的人了，还追星？要是娶个10几岁的小姑娘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。海大墩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啊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你爸妈总在我面前喊这个名字，一时叫顺口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爸妈都死了10-20年了。海大墩儿，你小时候天天尿床，海家几十张床单全有你的尿印儿，后来被祖父宠得无法无天，把海家100年宗祠玩火烧了，挨了顿毒打进了医院，这些事儿应该没忘吧？这不可能，你到底是谁？哎呀，我就是开了个小小的玩笑，老先生不会信了吧？哈哈哈哈哈！瞧这老东西吓得满头大汗，堂堂海市掌舵人被个小姑娘吓尿了，笑死我了！哈哈哈。感谢各位参加我老爷子的100岁生辰宴。老爷子身体有些不舒服，暂时不出来见面了，大家吃好喝好。唐老爷子一辈子没娶妻生子，听说心里有个初恋，一直在等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初恋怕是早就……他竟为了我一辈子未娶。英宝，你唐叔叔来了吗？宴厅后面是个江南小院，唐叔叔平时住那儿疗养。妈要去吗？我也去。他曾经意气风发，如今却……唐叔叔，谢谢你们几个孩子来看我。唐叔叔身体感觉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年纪大了，器官衰竭，迟早的事儿。我走后，唐家交给唐有义，希望你们多提点提点他。这小姑娘是唐叔叔，这位是荣玉。孩子，你叫荣玉？是荣阿姨，你老小子是因为这小女孩和王母同名才追星的？我是叫荣玉，我特意给你备了一份生日礼物，看看喜欢吗？连色彩都没有，随便涂2笔，这算什么100岁贺礼？英宝、大墩儿，你们先去客厅坐一会儿。孩子，你为什么会画这样一幅画？能和我说说吗？有一年海城降大雪，我们2家约好下个月雪中寻梅，可那之后战火纷飞，雪景变成了血景。我们苦中作乐，约好0年赏雪寻梅，可后来再没机会了。现在11月份了，不知道这一年冬天，我们能一块完成以前的约定吗？你病人血压猛涨，心律失常，快准备急救！我是怕他熬不过去，才直接坦白了身份，却忽略了他的情绪根本经不起这么刺激。唐老需要静养，绝不能受刺激。大伯，外头都是贵客，您出去露个面吧，免得外界造谣您去世，导致唐氏股价下跌。没听见医生说需要静养吗？这是礼数，我是为了唐家。什么100岁宴，根本是你为了夺权办的应酬宴。够了，荣玉，你可以过来帮忙扶一下我坐轮椅，推我出去看看夜色吗？大伯，我来。没叫你。走吧。你好好养身体，以后咱们天天见面，不急在这一时。老伙计们都走了，可谁能想到100岁生日，老天送了我这么大个惊喜。阿玉，我想再活几年，好好享受这灿烂岁月。老季，荣玉到底什么来头？唐叔叔平时最排斥生人，怎么和他像莫逆之交？怎样，要不要加入荣誉的粉丝后援会？老爷子，荣小姐，欢迎回家。老爷子，四少爷说今天晚上回来。老四今晚回来？那小子高中没毕业就出国留学，在国外待了4年多，愣是一次都没回来过。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老爷子，我在国外被人打了，手都断了，他们还把我开除了。四少爷太惨了，那个学校歧视华夏人，天天排挤。还有半年就毕业被退学，明天我让人去学校交涉。不用处理了，反正我直接进技师上班，学历重要。你谁呀？新来的女佣？放肆！她是你太……
老爷子的命是我给的，你说我是谁？连基础学历都拿不到，只能说明这个人很蠢。你敢骂我蠢？哪来的胆子？我给的胆子！你在国外1个月花几10万，结果被退学。你看看你几个哥哥，谁像你这么废物？荣小姐，这里是主位，老爷子的位置，你一个晚辈坐这里不合适吧？我不是让所有人都退下吗？你还在这里干什么？四少爷伤了手，我留下为四少爷用餐。多大的人了，还要喂饭，比朵朵还不如。就你多事，滚出去！你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，最好别忘了季家的规矩。对荣小姐不敬，就是对老爷子不敬，季家不会容你。是，我知道了。这姓荣的不过是个救命恩人，凭什么在季家地位这么高？人人都讨好他，简直有病！太奶奶，老爷子查清了，老四被开除是因为争风吃醋、待人围殴，反被打断了手，且有斗殴前科，国外学校已全部拉黑。放飞了的风筝，走偏了路也不奇怪，能拉回来就拉，拉不回来也没什么好动怒的。个人有个人的命。四少爷，那位荣小姐，老爷子极度重视她，你以后对她客气点，别吃亏。一个外人拿着鸡毛当令箭。大晚上弹钢琴还让不让人睡了？我说不许弹了，听不见吗？再弹我把琴砸了，吵死了！对不起，四叔叔，朵朵不弹了。你干什么？大晚上摸进我房间，想勾搭我？给你5分钟，把楼下的玻璃碎片清理干净，并跟朵朵道歉。你算老几？疼！放手！你这个疯女人！荣小姐，快松手啊！四少爷手刚接上，再折腾又要进医院了！救命！张妈救我！大少爷，荣小姐她疯了，她是个外人，怎么能这么对待四少爷？一切以荣小姐的命令为准。可是，张妈，你在季家20多年，算是老人，但只要对荣小姐不敬，季家会毫不留情地开除你。收拾干净，还有3分钟。我堂堂季家4少，凭什么干这种脏活？我就不扫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！季家老祖宗就是靠双手干脏活在海城立足的，你哪来的资格嫌弃？今天你要是不扫，就不配做我季家子孙。我不介意公开断绝关系。出来也不知道穿鞋，小心感冒。对不起妈，是我没教育好他。你能把季家发展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，人不能这也行那也行，对不对？老爷子，昨天施了肥，尽力抢救了，还是没挺下去。早几年有一株名贵兰花快死了，是谁救回来的？是张妈的儿子。去，把张妈叫来。老爷子有什么吩咐？我记得你儿子跟老四差不多大，对吧？现在会养花的年轻人可不多见了。老爷子过滤了，他哪会养什么花？就是在乡下种了几年果树，上不得台面。是个踏实勤快的孩子，让他来看看，帮我救救这从京城带回来的独苗苗。给您办事是荣幸，不过他一天到晚在果园，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空。看什么看？妈，季家规矩大，你别到处乱走乱看，时时记住自己的身份。冲撞了季家人，我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。我知道，妈，你在国外待了4年才回国，不回一趟家看看吗？不回，四少爷的手臂骨折了，我得伺候四少爷。你忙完了就赶紧滚回去，别赖在季家讨人嫌。这没眼。太奶奶，这位是张妈在乡下种树的儿子，叫贺景川，老爷子让他来救治花苗。大少爷，这位是荣小姐。荣小姐好。这盆花还有救吗？应该能救回来，不过需要一点时间。那辛苦你了。你家离得远，一来一回要2个小时。老爷子说这几天你就住在季家，把那盆兰花救活了再回去。是，听老爷子和少爷的安排。贺景川，你怎么这么瞎了狗眼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冲撞季家人，你非要惹四少爷生气是不是？我没有冲撞他，盆里的土没有肥力，我挖坑换土，旁边明明放了警示牌的。闭嘴！做错了事还敢顶嘴，还不赶紧给四少爷跪下磕头道歉！
你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是我自己眼瞎没看到，完全不能怪你头上是吧？四少爷，您随便教训他，就当帮我管教这个不知好歹的废物儿子了。你敢用这种眼神看我，今天我就替张妈废了你！四少爷小心！老四，你也太不像话了，怎么能随便动手打人？老爷子，您别生气，四少爷这是在替我管教不成器的儿子。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，退下。我还在想，为什么你会养成这样的性子？看来在国外这4年，没少被张妈灌输各种荒唐谬论。张妈不适合留在季家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季家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人做主了？再敢废话，我第一个叫保安把你撵出去！爷爷，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打我！贺景川是我请来的贵客，你连最起码的教养和人性都丢尽了。好，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是吧？既然季家不欢迎我，我走，以后你们跪在地上求我，我都不会回来。英宝，于管家，快拿急救药！好，你走，走了就永远别再回来。我季顺英全当没你个混账孙子。走可以，但走之前把季家给你的所有东西全部剥离干净。你什么意思？就按太奶奶按阿徐说的办，脱离季家，那就脱个干干净净。好，你们真够绝情的。这样够了吗？所有银行卡、信用卡全部留下。好，好，好，看来非要我死在外面，你们才满意。现在老子可以走了吗？四少爷，四少爷别发孩子脾气了，快跟老爷子道个歉，服个软。都是你这个贱种，要不是你，四少爷怎么会跟老爷子吵成这样？晚点再跟你算账。老爷子，你不能这么绝情啊！四少爷可是季家的嫡亲血脉，你怎么能听信一个外人的挑唆，把他赶出家门啊？哎呦！老四变成今天这个丧尽天良的混账样子，一半是我的纵容，另一半就是你张妈的助纣为虐。于管家，在，立刻结清他的所有工资，今天就开除，让他连夜收拾东西滚蛋！开除我？我在季家伺候了这么多年，凭什么开除我？现在你满意了吧？现在我被像条狗一样赶走了，你终于高兴了是吧？妈，我送你到门口。你不跟我一起滚！我要替老爷子救活那盆兰花。非得你不可吗？我看你就是贪图季家富贵，跟你那死鬼老爹一样是个贱种。芷渊，你看出什么不对劲了吗？张妈走的时候，连回头看贺景川一眼都没有。何止？张妈刚才护着季良光那股子掏心掏肺的劲儿，可不像个拿死工资的佣人，反而是对贺景川这个亲生儿子非打即骂，恨不得把贺景川踩进泥里。阿渊，你去好好调查一下。是。接啊！赶紧给老子接！四哥，阿野，你四哥我现在身无分文了，被冻结了所有卡，你赶紧给我转个100万应急。四哥，我哪有钱啊？买游戏皮肤都是借同学的，你还是跟老爷子低头认个错吧。一家人何必闹成这样？闭嘴！轮到你来教训我，不想给就算了，就当没你这个弟弟。我去你的吧！4000块，大发叫花子呢！季四少这是怎么了？听说被季家断了供，躲在酒店反省呢。老爷子正在气头上而已，兄弟几个先借点钱花花，等我过了这阵儿，加倍奉还。四少，不是我们不借，今晚楼下大堂刚好有季氏集团的庆功酒会，全是想巴结季家的老板。您顶着季家四少的名头下去露个脸，还愁没钱花？对呀，我是季家人，这海城谁敢不给我面子？走，换衣服下楼。四少，你看那几个全是求着跟季氏合作的建筑商。你他妈瞎了狗眼吗？贺景川，你个穷逼怎么阴魂不散，跑到这儿来兼职当服务员，恶心我是不是？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一声对不起就完了，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像狗一样把我鞋上的酒舔干净，要么赔我这身7万块的衣服。这服务员惹谁不好？惹季家四少爷，活该被教训。我不选，我可以脱下来给你洗干净。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跟我讨价还价？
荣小姐，荣小姐，这是我跟他的私怨，劝你别多管闲事。为了件衣服，就把人的尊严踩在脚底，你们季家就是这种门风。是他先撞的我，有监控为证。监控在场所有人都是我的证人，我说是他撞的，就是他撞的。没错，我们都亲眼看见这穷逼部长眼睛冲撞了祭祀上。你们还要奉承他？这位季流光少爷早在昨天就已经被季氏赶出家门。这人疯了吧？你胡说八道！你个外人凭什么造谣？大哥，荣小姐没有造，仗着季家四少爷的名头在外作威作福，季家人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像你这样染了一身纨绔实行。我已经下发全网通告，从现在起，季流光正式被逐出季家。大哥，我才是你亲弟弟，你为了一个外面的贱种服务员，当众让我下不来台，我恨你，恨死你了！几位，明天我会亲自拜访你们的父母，好好聊聊。我们以后绝对离他远远的。景川，我替老四向你道歉，你的手需要去医院。不用了，大少爷，我还要打扫卫生。玻璃扎得很深，留了后遗症，你这只手就废了。跟我来休息室。季四少星神文怎么回事？借的5万赶紧还！大哥疼我，二哥给我钱，为什么都同意赶我走？如果我快死了，家里人一定会后悔谋划。什么事儿？四少爷别干傻事儿！你越是反抗，老爷子越失望。我谋划那么多，不是为了让四少爷被逐出家门的啊！什么叫做你谋划那么多？谋划了什么？景川叔叔，疼不疼？我给你吹一吹。贺景川，又是你，害得四少爷被大少爷当众没脸！你这个贱种，天天祸害人，你怎么不去死？我没有。别跟我狡辩！我警告你，立即离开季家！我有你这样一个儿子，就已经倒血霉了。如果明天你还不回家，那就回来给我收尸吧！只要养活那盆花，于管家就会给3000元酬劳。可如果妈妈死了，我就没有一个亲人了，钱还可以再赚，不是吗？荣小姐，你家的事儿我不太清楚，但如果你被威胁到了，那么一辈子就只能被威胁。职员，我让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这是太奶奶让我调查的贺景川过去20年的生活轨迹。张妈对贺景川已经不是苛刻，而是蓄意折磨，重病不给治，大冬天洗冷水澡，甚至贺景川自己赚生活费努力考上大学，也被想尽办法留在农村。季流光和贺景川的生日具体是几天？同一天，我已经让人加急去做 DNA 鉴定，2天就能有结果。但我总有些心神不宁，感觉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如果明天你还不回家，那就回来给我收尸吧！不对，于管家，安排车。英宝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妈，马上吃晚餐了，这个时候去哪儿？出什么事了？去张妈家里。去张妈家干嘛？她家有点远，坐车都得50多分钟，要不然明天再去。开车都得50多分钟，那骑电动车要多久？近2个小时。季老爷子年纪大了，万一真相太残酷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经受得住这么大的刺激。算了，你别去了，吃饭去，别饿坏了。阿渊，你跟我走这一趟。多多，你在家里陪太爷爷看电视，我晚点回来。好。妈，你在干什么？景川，别怪我心狠。流光说了，只要你死了，当年的秘密就永远烂在肚子里。你安心上路吧。妈，救命！快救人！开门，拉窗户。景川，醒醒！抓住他！放开我！你们不能抓我！放开我！我不是我放的，是贺景川自己不小心弄出来的。走，去医院。你们不能去医院，村里风俗，孩子必须死在家里。大少爷放手！滚开！人没死，你拦着不让去医院，是想杀人灭口吗？张妈，贺景川真的是你儿子吗？大少爷冤枉啊！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景川死了我也不活了。是吗？
贺景川小时候差点死掉那么多次，张妈好像并不在意呢。我那时候忙着赚钱，谁让我摊上个人渣老公？张妈不是很喜欢季流光，贺景川要是出事了，让季流光给张妈当儿子怎么样？看好张妈，等警察来。从小爷爷最偏爱老四，要是老四真的不是季家人，爷爷怕是受不了这打击。血缘关系有天然的吸引力，爷爷历经风雨，分得清谁是外人，谁是真正的家人。我带老爷子去个地方，我还得看节目呢。太奶在露台等您，是关于老四的事，老爷子做好心理准备。是不是那小子闯大祸了？请。英宝，我们等会儿去医院看小老四。老四怎么了？老四其实季家的老四不是季流光，而是景川。妈，你说的每个字我都明白，怎么放在一起就有点听不懂了呢？你看看这个，季芷仁和贺景川的亲缘鉴定书，这是真的吗？是不是我眼花了？是真的，贺景川才是我们季家的孩子，从现在开始，他叫季景川。所以，我们季家真正的血脉在外流落了整整20年。别想过去，往前看。敢去我就死给你看！你躺好，别动。能说话吗？还好，谢谢老爷子、大少爷、荣小姐，还有朵朵特意来看我。四叔，你要快快好起来呀！我好喜欢四叔。你叫我什么？四叔呀，我特意为四叔准备了礼物，看看喜欢吗？拿着吧。说出来你或许不信，但这是事实。张妈并非你的亲生母亲。原来如此，我竟然妄图在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人身上祈求关爱。你的亲生母亲叫白薇，而你的亲生祖父名字叫季顺英。您的意思是，您是我的祖父？是，我就是你的祖父。对不起，景川，是我的疏忽，导致你被季家丢了20年。你可以怪我、怨我，但请你相信，季家每个人都热情真诚地欢迎你回家。我是你大哥，同父同母的亲大哥。四叔，我是你亲亲侄女呀。以后你就是季家排行第4的孙子，你以后叫季景川。爷爷，大哥，朵朵，我是你太奶奶。太奶奶，好好养病，养好了就回家，认祖归宗，